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报袁冰妍新剧将播出方式比较的急速，真的确定空降了？袁冰妍在2020年凭借《琉璃》大红大紫，挤进了90后当红小花旦的阵营。之前那么多年一直做小配角，终于熬出头翻身当女主角。可走红后的袁冰妍其实发展并不顺利，一方面是与欢瑞世纪产生纠纷，一度闹得无法正常接戏。后来好不容易关系缓和，才接下祝清好、落花时节又逢君等剧。祝清好在去年已经播出，效果还比较不错，让袁冰妍的人气有所上涨。另一方面是在去年发生所属公司偷税漏税的事情，因为是袁冰妍的公司，袁冰妍被认为难辞其咎，所以直接遭到软性封杀，至今为止都无法正常亮相。之前有部门邀请他录制 VCR 宣传一些事情，结果惨遭删除下架处理。好在是成功留在了娱乐圈，并没有直接被踢出去。目前袁冰妍手里还有几部待播剧，是她最后的王牌。一旦成功播出，那么袁冰妍也就顺势复出，继续开展演艺事业。相反，不知道还要沉寂多长时间，时间太长有被市场淘汰的风险。最近袁冰妍的一部待播剧被曝将播，引起来外界的广泛关注。袁冰妍新剧被曝空降，播出方式快刀斩乱麻。这部被曝空降的电视剧是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，听名字就是一部古装剧，搭档是好朋友兼好同事的刘学义。早在去年芒果平台准备在暑期档播出，没想到偷税漏税发生后，该剧直接从待播名单里被剔除，避免被舆论谴责。如今该剧有了定档播出的消息，有网友爆料该剧将在3月3日空降平台播出，意味着之前不会预热宣传，也不会大张旗鼓的买网络营销。这段时间空降剧越来越多，实话实说就是君子盟给开了一个十足的好头。同时播出方式也比较的着急，可以理解害怕因为袁冰妍导致出什么乱子，例如被网友无情抵制等等。快点播完，避免有什么后顾之忧。其次，有关部门的政策也在随时调整，早点播完就不会提心吊胆。该剧暂定开播首周一次性放出18集，后面每周一次性放10集，第3周直接播完大结局。这个速度真的太快，古装剧的播出周期没有比这个快的，根本来不及热度发酵。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播出方式，在剧方看来已经很满足，能播就不错了，还要什么自行车？一直压在手里，时间一长成为烂尾项目，这损失才是真的大。当然，这是网友爆料的消息，最后能不能空降还要等3月3日见分晓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，例如3月份要开2会，整个期间说不定不允许播出古装剧等等。空降这种播出方式，别看比较的神秘，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就开播，没有丝毫的征兆，其实也有讲究。空降不好，平台会被牵连，就算成功空降，后续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。真的空降成功，对袁冰妍的影响比较大。一方面预示着软性封杀结束，回归正常的发展状态，另一方面也有负面影响，袁冰妍势必要抵抗住舆论压力，咬咬牙熬过去就好了。已经低调这么长时间，遭受的损失已经蛮大。落花时节又逢君，可以空降固然好，就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祝好运。